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半岛电视台，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结束荒谬的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俄罗斯结束其在乌克兰发动的荒谬战争，并警告称，这场冲突没有出路，而且乌克兰人民正在忍受人间地狱。古特雷斯22日在纽约向记者们表示，继续乌克兰的战争在道义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军事上也是荒谬的。俄罗斯正在将乌克兰港口马里乌波尔轰炸成一片死亡之地，又有2枚巨大的炸弹落在了这座被包围数周的城市内。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宣称其目的是使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基辅及其西方盟友指责莫斯科无差别的攻击，而莫斯科方面则否认袭击平民。古特雷斯表示，大约有100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他还警告称，这场战争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都能感受到，飞涨的食品、能源和化肥价格正威胁着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饥饿危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官员已经进行了持续1个月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仍未能停止或者是放缓这场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他准备讨论乌克兰不寻求加入北约的承诺，以换取停火、俄罗斯军队撤离以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在达成停火协议并采取措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之后，基辅将准备讨论克里米亚和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地位问题。目前，顿巴斯的部分地区处于受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俄罗斯在2014年占领并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并且在此次入侵的几天前，正式承认了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领土问题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一大症结。俄罗斯还呼吁乌克兰保持中立，而这很可能是任何旨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的核心内容。美国的一名高级国防官员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莫斯科方面加强了军事活动。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已经对包括哈尔科夫和被围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在内的多个城市发动了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还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心挺进。租房还是买房，什么最适合您？购房还是租房？简单的问题，困难的答案。租房者吹嘘租房带来了灵活性，特别是当房子有东西损坏时，这也不会成为他们的问题。房主认为，租房类似于扔钱。当支付抵押贷款的款项最终转换成为房屋所有权时，为什么要浪费租房的资金？答案很难，因为这实际上取决于你站在什么角度考虑这一问题。首次购房者必须考虑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什么对他们最重要。房地产通常被视为一项稳定的长期投资，可以在没有任何资本利得税影响的情况下获得投资收益。对于许多加拿大人来说，他们的房子一直是可靠的退休储蓄工具。购买房屋提供的是一个稳定居住地，房主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翻修，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或重新出租房产。由房地产公司 Royal LePage 赞助的2021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78种案例后发现，房主在财务压力上长期高于租房者。虽然每月的总成本通常高于租金，但当考虑到本金的偿还时，净成本通常较低。可以肯定的是，自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用今天的价格重新分析，更多的情况将显示租房者是赢家。房主在首付以及偿还抵押贷款本金方面的大量投资的资金具有机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如果钱投资于昂贵房屋以外的其他项目，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回报。从经济上看，与拥有房屋相比，租房可能仍然是有利的选择。如果购房者想真正得到的回报的话，需扣除利息、财产增值税、
所有的维修费用、空置费用、房地产经纪人费用、土地转让税等，但这些都是租户不必支付的。最终，潜在的购房者应该考虑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的长期目标是什么。例如，对于游牧职业者来说，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在全国各地流动，被抵押贷款束缚可能不如租房那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如果买家有一份稳定工作，并且希望在社区中扎根，那么拥有房屋可能是更好的策略。对于许多加拿大人来说，拥有房屋的愿望不仅仅是一个财务考量，而且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决定。东航空难一部黑匣子已找到。据路透社报道，北京3月23日，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已过去2天，机上人员生还的机会渺茫。不过，失事客机2部黑匣子中的一部已找到，给揭示这一空难的原因带来希望。这部被发现的黑匣子外观破损严重，尚无法确定是飞行数据记录器 FDR 还是驾驶舱通话记录器 CVR。目前搜寻人员还在全力寻找另一部记录器。国务院调查组周三下午召开的第2场发布会介绍了上述情况。中国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透露，飞机失事时航路上天气适航，无危险天气。同时，出席发布会的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则介绍称，失事飞机维修一直严格按照维修技术方案实施，技术状况稳定正常，3名飞行员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经验丰富，平时表现都很好，家庭都比较和睦。孙世英表示，这并不代表737-800必然存在安全隐患，而是一种遇到突发重大事故后的应急反应，一切还是要以调查组的结论为准。他还称，目前东航航空运输比较充足，航班并不会因为部分飞机的停飞而受到影响。据发布会介绍，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空通话记录，该机自昆明起飞，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机组与空管单位均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东航该架载有132人的波音737客机3月21日由昆明飞往广州，飞机在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管制区域，其后飞机高度急剧下降，管制员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点23分，飞机雷达信号消失。FlightRadar24.com 数据显示，当时飞机以每分钟31000英尺的速度向下坠落，也就是说每秒下降高度相当于50层楼。当时客机上有3名飞行员，比该机型通常的飞行员配置多出1人。据孙世英介绍，3位飞行员中有1名机长，2名副驾驶，飞行执照和健康证都在有效期内。其中，机长在2018年1月聘为 B737机型机长，飞行总里程数6709小时；第一副驾驶飞行总里程数31769小时，第二副驾驶飞行总里程数556小时。起飞前，飞机符合维修放行标准和适航要求，正常放行。降雨一度导致现场搜救暂停。周三凌晨开始的降雨，曾迫使在广西梧州藤县事故救援现场的大面积搜救工作暂停。藤县气象台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直至6小时内，藤县仍有20到40毫米降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新华报道称，民航、法医、探测等多方面专家周三冒雨进场调查。一位民航技术专家介绍，他们要根据现场情况测算对比飞机轨迹，可能会根据飞机轨迹测算结果适当扩大勘察范围，争取在今日内确定现场飞机遗骸分布。此前，现场工作人员用无人机探测测算，核心碎片区面积约4580平方米，离散碎片区面积约3046平方米。对于空难救援的黄金时间，北京青年报引述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顾林生称，本次坠机航班是几乎垂直坠入山间，如此高速的冲击会大大缩短黄金救援时间，可能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机上人员生还几率不大。
从卫星影像图看坠机现场，救援核心区约半个足球场大。事故发生前，该区域被茂密的森林覆盖；事故发生后，一片焦黑，土地裸露。央视新闻发放的现场视频显示，飞机残骸的抛撒面积非常大，山的另一边甚至也发现飞机残骸，现场还发现女生的蝴蝶结和机组工作日志。此次坠机是中国自2010年以来首次重大空难事故，在社交网络亦引发高度关注。中国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在周二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幸存人员。由于事故飞机损毁严重，调查难度很大，以目前掌握的信息还无法对事故原因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坠机事件后，东方航空已停飞全部737-800客机。中国民航局周二晚间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开展为期2周的行业安全大检查，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发言人周二表示，委员会将为中方调查东航的波音737-800客机坠毁事件提供支持。昨晚在中国应急指挥部发布会上，路透记者曾问到中方是否会邀请 NTSB 相关人员到中国时，在场官员并没有正面回应此问题。中国平安称，目前已累计接到东航坠机事故相关保险报案24起。2022年全球经济将更糟吗？2020年，由于 COVID 大流行的限制和封锁，全球经济经历了深度衰退。2021年虽略有好转，我们能对2022年期待什么？全球经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被称为 Omicron。这种 COVID 变体似乎不那么具有侵略性，但比以前的变体更具传染性。在一些国家，感染率正在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未来几个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流行的演变。疫苗接种在向前推进带来了希望，即大流行将逐渐缓解。这对企业和民众的个人自由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在过去2年中，封锁和其他限制性措施迫使许多行业暂时或永久关闭，在这些行业工作的数百万人被边缘化。各国政府已采取严厉措施应对危机，支持遭受危机影响的公司，同时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提振经济。由于政府流失了额外的税收入，许多国家的公共债务不可避免地大幅增加。如果大流行持续下去，债务沉重的国家将几乎没有空间维持其经济运转。一个好迹象是，许多人在危机期间已经节省了大量资金。大流行暴露了国际间相互依赖问题。许多国家没有生产或储备足够的口罩、消毒剂和测试盒来应对健康危机。现在是考虑如何配置供应链问题。芯片的缺乏对许多行业的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汽车行业。这些行业的供应短缺可能会大幅推高价格。总的来说，近年来的高通胀对许多经济体来说也是个问题。商品稀缺加上央行的大规模宏观经济支持，导致货币贬值，商品和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让所有家庭面临了更大的压力。消费者的购买力越低，经济复苏就越困难。全球经济受到美国和中国这2个经济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且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因乌克兰问题加剧冲突。金融体系也正在经历剧烈的变化，部分原因是加密货币的增长，由于价值波动很大而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发展将是协调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例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这些措施将从根本上改变许多行业。大流行的一个积极副作用是，它迫使人们选择更可持续的习惯。此外，更多的人在家工作。有些人群正在寻找更平静而简单的生活方式。最后，危机加速了新经济部门的变化。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环保活动等有前途的产业将得到发展。2022年，由于 COVID 危机，我们会看到进一步的挫折或停滞，还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